出国注意事项就是我讲了，就是第一一技之长，要有一个本事。第二，所有的资金要能够清楚它的来源，如果不能说清楚资金的合法性，最好是数字货币的形式，换点花点，换点花点啊，否则的话不是数字货币的形式，你的资金来源就是钱要注意，钱一定要注意，学点语言最好，一技之长。第一，我随便想的一技之长，第一，那是你生存的。第二，注意钱很重要。第三，了解当地的法律法规，法律法规做不好，肯定就有问题。所以了解当地的相关法律法规这个情况。第四，小心华人。哇塞，贾老师你太坏了，不是我坏呀。中国人经过40年改革开放，我跟你讲，道德品质低下就是中国人群体。您到全世界哪儿，什么美国，什么英国，什么欧洲，什么迪拜，我去过这么多地方，我跟你说，到哪儿都能见到做黑产、做灰产，全是他们中国人，干电渣、干赌盘的、杀猪的，全是中国人，而且什么兄弟老乡什么之类的都骗呐啊！所以呢，小心中国人，听明白了吗？啊，这不是说其他的东西，找一份踏踏实实能做的事儿，一技之长很重要。啊，张老师，我啥都不会，我不跟你讲过吗？您在美国纽约，您在英国伦敦，您不停的发小红书，使劲努力做自己漂亮的照片，您给那到当地拍小姑娘、小伙子、留学生去拍照。我跟大家讲过，英国的最低关键一天拍个照片300磅，相当于3000人民币。然后活呢，我跟你讲，那小伙子说，他说活接不过来，没时间。您别接不过来，您一个月忙10天拍照，那就是3万人民币，就是在英国伦敦都能活得挺舒服的。对啊，所以呢，有的是挣钱的地儿啊，就发小红书啊。所以我认识一个香港的一个小伙子，他在英国干啥，一个月能挣好几十万。送水果，他跟一个老板，那个老板老进新鲜的水果，那水果是啥呀？咱不知道。他就写上什么日本什么金枣专油的什么油桃，什么日本金枣专油的什么竹笋什么乱七八糟，反正就这个发小红书照的照片，自己照的可漂亮了。就这谁喜欢定了钱给他去卖，卖的比超市贵好几倍。至于真的是从哪来的不知道，就是小伙子可勤快呢。天天发完谁要他就拿。坐地铁，英国地铁四通八达，你们都知道英国地铁，有人到英国说哇，英国这个地铁小啊，中国地铁大。你有没有琢磨过，那地铁是120年前干的呀？中国大清的时候，英国人都坐地铁了，中国还大清呢。人地铁开120多年，开到现在还开，中国地铁能开120年吗？啊，坐地铁票价给人直接送过去，就靠这水果就能挣着钱。所以呢，勤劳，中国人太勤劳了，太勤劳了。当地当导游，谁到我这儿旅游，我中文好，我给中国人当导游；英文好，我给英国人当导游，都能挣着钱，知道吧？啊，所以都是一样啊。哪100万那么多钱，那你可以过得很好了，您那个钱可以过得很好了啊，过得很好了。对，你每个月就几千块钱，让自己吃喝舒服，其实你花不了多少钱的，好吧？啊。不是刚性的房子，我跟大家说，能租就可以长租，你签个2年3年的租约才花多少钱，能卖吧，那个现金存着，能让你吃喝舒服，环境都好啊。日本挺好的啊，日本真的是挺好的。我邮件说过呀，老子 mvip@gmail.com 啊，跟大家说过呀，老子 m 拼的 vip@gmail.com。可以写邮件，日本挺好，但是我估计我要去日本会生活在大阪，因为房价便宜，生活条件也不错。东京有一点点的贵，你跟大家讲过了，对吧？啊，大阪能活得很舒服，大阪2室1厅的房子300到500万这种额度，很多选择，2室1厅的房子，所以呢大阪的房价不比中国贵，真不比中国贵。所以你说你为什么在中国呢？交通还很方便。啊，日本很舒服的地儿，东京有点贵呀，对吧？东京有点贵啊。还有什么问题？看一下大家那个什么，这个南怀瑾南老师我原来讲过，南老师是国学入门的时候去学南老师，南老师他的修行适合入门，听明白了吗？他往深的修行，大家还要看其他老师的一些东西啊。
不是不一样的，每个人教的东西不一样的。问问题，去法国留学挺好的啊，去法国留学吧，去法国挺好的，法国那么多中国人都活得很舒服，活得很舒心，去吧啊，没啥问题。东西方跟你们想的不一样，你们都说中国人都说老外天天造反，天天活不下去了。我在国外待这么多年，我还能不知道啊，对吧？如果把同样的标准，咱不用有色眼镜，把中国发生跟外国发生的事一块跟大家说，你们就吓死了。为啥呀？那2、3千人在碧桂园跟警察打架那些东西，你们在国内新闻见过吗？没见过吧？这种底下类似于为了维稳抓人，甚至于杀人打架这种事儿多了去了，只是大家都看不到，咱们不刷屏，刷屏我就看不见大家说什么。谢谢啊。你说的元神是不刷屏，你说的元神是什么？是这儿吗？还是这儿啊？什么元神？不太明白你说的炼精化气炼气化神吗？问不太清楚啊。金融视频之内国内有视频刷的太快了，国内视频可以看，但是很多政策都变了，所以你可以看看里面的逻辑，但是具体细节还要看政策，好吧？国内开饭店做生意，你干什么都可以，你在国内国外都可以，但是有一句，你明白商业上的逻辑吗？你知道中国开一个饭店有多难吗？因为在西方开一个饭店，它只有显规则，一切东西摆在这儿，你作为琴行能干了。中国叫显规则跟潜规则并行的国家，这里面你都熟吗？那作为显规则要学的东西就很多了啊，当地的这种支付条件，当地这种你选择饭地的地方的人的流量，他们的口味，他们自己可能在你这吃饭的这种菜品的可能性啊，你的翻台率根据他们可能性在周围地方调研的大致率是多少？你怎么算出你的盈亏平衡点？怎么让人能上得来啊？等等一系列从最开始，人家钱进钱出嘛啊，看我视频上都有钱进钱出，你怎么能让钱进来？把所有进来的途径想出来，钱怎么出去，这就很复杂。潜规则呢，那就是没得说了，随时就可能弄死你。国内有没有朋友开饭店的？有，所有在国内地方开饭店跟我说的朋友，死乞白赖要开，拦不住。号称潜规则都能做的，我跟他们都说一个主意，我就提醒他一句，在当地一定要找一个地面上很牛逼、真有条件的官员或者官员的亲戚或相关的人，在饭店做股东。我说你一定要记住了，这是我给你的建议。你不找这样的人在饭店做股东，你在当地只要背景不足够大，你的饭店将来就问题多，知道吧？去找吧，现在的，特别是现在经济这么差的时候。所以如果你说我当地就没有，我就想靠我自己的能力公平的在这儿开一个饭店挣钱，你想死那就是不可能，在中国不可能啊。开洗浴就更是了，那洗浴中心你的背景靠山就得更大啊，背景靠山不大，那就更得死。咱们不刷屏好吗？咱们不刷，谈太大了。秦刚的问题在中国会消失的，如果中国共产党不想回答。拆房子不是告诉你棚改吗？那不是扯淡的事儿吗？棚改是扯淡的事儿，不要去管棚改的任何东西，因为棚改的最核心，哎呀，张老师棚改了，我们都把钱给我们了，我们这些拿了钱的人，拿着棚改的人，我们能去外面买房子。我先问您一个，您脑子里是不是有点错觉啊？棚改的目的是不是得从改完了以后改的那个房子上，把给棚改人的钱和新的钱都得挣回来呀？如果干棚改的人发现我他妈这边掏了10个亿给你们，把房子地买了，你们走了，然后我他妈改完了的房子没人买，我还有下一轮吗？我就问大家了，这就是整个体系怎么运转？你觉得棚改的体系能运转起来吗？你觉得棚改第一步给了一帮傻逼，他不可能一下中国有1亿人需要棚改，1亿人全给了，他得滚动进行吧？哪个城市都是滚动进行吧？结果这帮傻逼在第一个棚改项目中，他就把钱给了棚改这500个用户了。比如说这边这500个用户拿着钱，不管买不买房，咱们再说啊，这都无所谓。这500个人反正拿着钱了走了，然后他妈在500个房子棚改盖了个1000个房子的小区，然后这帮傻逼就发现他一间都卖不动，根本都没人回钱，他怎么可能再干第2个棚改项目呢？我问问你啊，棚改能把产业拉起来，这他妈人这种人傻逼人，你理他干嘛？脑子是不是有屎？钱进钱出，你把钱一转悠，就发现棚改就是死，因为没有钱。地方政府、中央政府现在钱都缺的他妈跟孙子似的，你说棚改那钱怎么给？
棚改怎么让它转起来？棚改是跟当年很多项目一样，它没有办法形成良性循环，改完的房子卖不动。现在哪有房子能卖得好的？就没有第二笔钱，它怎么去改？明白了？明白了啊。粮食危机吃饱是可以，但吃好就没戏了啊！吃好就没戏了啊！不影响签证，只要你不是共产党员，不在政府工作，基本都不影响签证。最影响签证的第一个就是政府待过，第二就是共产党员。如果你在政府待过，又是个共产党员，其实大部分也不影响，因为现在从体系里出来去外面留学的人多了啊。这个投资移民的也多了，但是如果他发现你有危险，你有什么问题，他会调查你的程度很深刻，好吧？所以呢，大家不要听上面讲什么东西了，自己拿脑子转悠转悠就知道这个事能不能。因为我刚才讲的第二个，我们的专家、我们的学者、我们的数据，所有东西都是根据上面拍脑袋，200斤一拍脑袋，你妈逼棚改厉害，棚改可以带动底下人就接一个问题啊，领袖英明，棚改可以，没人真正想这他妈是一个烂招，这出完不是死得更快吗？没人想，这就是现在中国的这个体系。但是为什么老百姓为什么也听了会信呢？老百姓被洗脑这么多年，教育体制，老百姓都是傻的，对吧？伟大领袖说屎好吃，我跟你说啊，我们伟大领袖200斤说吃屎有利于健康，我不开玩笑啊，中国能有无数的人去吃屎，你们可以去看看，对吧？这叫什么？去看本书叫《乌合之众》，对吧？习近平说吃屎有利于能够长寿，而且能够让人产生很漂亮。放心吧，中国一大堆人吃屎，没有什么判断能力。对，这就是现在中国教育的结果。你要到各种其他地方去，人们打死你了，对吧？是坏是正常的，因为三观的问题嘛。经济建设为中心，我讲过都是挣钱的事啊。那今天就讲这么多，好吗？谢谢大家。